第二天一早，滚滚准时起床去国子监上学，还没走出正院大门，就看到叶向瑶在门口等着了，要送他去上学。上学堂为何还要带被子？滚滚不理他。哼，真笨，当然是因为课堂上睡觉觉的话会着凉的呀。哼。走到门口，一辆马车恰好停下。爹爹最近都没去看莹莹，莹莹好想爹爹呀。莹莹怎么来了？外祖母让莹莹来陪祖母，说不能让外头的小野种抢走爹爹。别人的爹爹滚滚才不稀罕，你抢吧，滚滚才不要他。哼！说完，他就拉着娘亲上了马车。叶向瑶还想跟。爹爹，你是不是不要莹莹了？你都不看莹莹，只看那个小野种。叶向瑶最怕他哭，若是放到以前，定然会哄两句。可此刻看着离去的马车，心中只觉烦躁，对着丫鬟沉声吼道：“还不过来将小姐抱进去！”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。小鸟说：“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？”我去炸学堂，夫子不知道，一拉线我就跑，呼隆一声，学堂炸飞了。刚进蒙学司，就被一只红色的麻袋套住，将他背去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。麻袋一打开，八皇子砰的一声给他跪下，手里还捧着自己的裤衩子。滚滚，请保佑我下旬考试考第1吧。咦，什么脏东西，不接不接。哎，我头都磕了，你别跑啊！扛着裤衩子和麻袋就去追他，滚滚吓得差点起飞。哎呦，江元旭，你给本皇子站住！撞了滚滚，必须给滚滚道歉。不对呀，是滚滚撞到他的，对不起呀。啊，你也姓江呀？滚滚的娘亲也姓江的。他和你娘本来就是一家人，当然一个姓。啊？他叫江元旭，是你大舅舅江子宇和原配大舅妈生的长子。你原来的大舅妈跳河死了，江元旭就变成了爹不疼祖母不爱的可怜虫。你看那衣裳上面的补丁，整个国子监就他穿补丁。我还以为大舅舅只有一个孩子呢，大舅舅也不喜欢他嘛。大哥哥，滚滚刚才不是故意的。谁是你大哥哥？眼神里的恨几乎要溢出来。滚滚感受到了，愣住。而江元旭说完这句话，就冷冰冰地离开了。我刚才是干嘛来着？跑！哎，你别跑啊！这时门口突然传来鸣锣开道的声音，只见上4节内踢他屁股的恒王世子牵着一条大狗，大摇大摆地进了国子监。九皇子和郑嬷嬷一看，两眼一黑。他怎么也来国子监了？不会是来上学的吧？然后突然对视一眼，眼前又一亮。他来了！当叔叔第二他来了！找滚滚许愿也太灵了吧！你小两脚兽，后边去！九皇子和郑嬷嬷正要冲出来，结果八皇子竟先他们一步挡在滚滚面前，指着恒王世子喊：“你干嘛踢滚滚？这不是我们的词儿吗？”九皇子和郑嬷嬷非常有危机意识，立马默契地对视一眼，跑过去将八皇子也一并挡在了身后，抢回属于他们的台词儿。叶昭，你怎么又踢滚滚？恒王世子显然没将他们任何一个人放在眼里，指着滚滚的位置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这个位置就是本皇孙的了。”我也不是非要坐在最前面，而且这里离门口近，睡觉的时候风刮进来，可冷了。滚滚可以把位置让给你，但你要跟滚滚说对不起2次哦。本皇孙是命令你，不是跟你商量。抬走！他一声令下，侍卫就直接连桌案带滚滚一起抬去了后边，然后将一张2人长1人宽的雕花书桌放进来。恒王世子一屁股坐到狗背上当凳子，滚滚看着惊呆了。八皇子、九皇子和郑嬷嬷显然很熟悉他的做派，表情难得同步的咬牙切齿，看不惯他又干不掉他。
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是不说对不起的话，滚滚就不把位置让给你。哼！说完，他也一屁股坐在狗身上，小屁股还使劲挤啊挤。你这小两脚兽，竟然敢坐我的坐骑！恒王世子一时忘了反应。你信不信我揍你？前些日子推了一把叶宵营那个铲屎的，我又被雷劈了一条命，而你不过是普通的小两脚兽，我揍你100次都不带怕的。你揍滚滚，滚滚也揍你。你揍本皇孙一个试试。滚滚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请求。你真的要试吗？哼，我还就不信邪，有本事你试试。啪啪啪！一巴掌把人扇飞了，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恒王世子本人更是好半天反应不过来，直到江疏义在那喊：不得了了！恒王世子被滚滚那个小野种给打了，快把小野种抓起来！进来讲课的姜子羽恰好听到这话，吓得魂儿都差点没了。滚滚，你怎么又打人？昨天打八皇子，今天又打了恒王世子，你到底是来念书的，还是来闹事的？嘿嘿，世子你没事吧？让开！我要打死！是你自己让滚滚打的。就是，你要是不服，我们就进宫找父皇理论。闻讯赶来的其他师长们一听这话，赶紧附和。对，我们赶紧将此事呈报圣上。滚滚是圣上面前的小红人，可他殴打的是皇子皇孙呢，国子监可没胆子处理。滚滚别怕，本皇子和郑嬷嬷都可以给你作证。还有老八。来了，偶像。于是因为一个座位，滚滚被遣送进了皇宫。嗨！叶帝看着这几个小萝卜头，尤其是滚滚，看似平静，其实心态已经崩了。小滚滚啊，别人放狠话让你试试，不是真让你试的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滚滚一脸不解。罢了，神仙还小，得慢慢学做人。总之，以后别人没有揍你，你就不能揍别人，明白吗？可是别人揍滚滚，滚滚就挨揍了呀。反正滚滚都是要揍回去的，为什么要白挨揍那么一下呢？这会儿你倒是门清得很。叶帝和他实在说不明白，没办法，只能看向九皇子和郑嬷嬷。滚滚还小，不懂事，你们俩也不懂吗？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滚滚打人，也不拦着点。本来就是叶昭不对，是他先抢了滚滚的座位，还踢滚滚。叶帝也知道自己的孙子是个什么德行。罢了，这次揍了也就揍了，但下次不许了。你们都是朕最喜欢的孩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哪个打坏了，朕都一样心疼。手背又不会抓钱钱，还是不一样的。叶帝虎躯一震，为了钱，呸，为了正义和公理，叶帝立马宣布，第一排的位置是滚滚的了。滚滚咧嘴一笑，高兴地回了国子监。福大监亲自带人将恒王世子的大桌子扔了出去，换上国子监学子专用的书案，再把滚滚的东西复回原位。挨了打还丢了桌子和位置的恒王世子懵了，姜子羽和其他讲学们也懵了。滚滚开心地坐回自己的座位。喂，你这只小两脚兽，给本皇孙等着！你的姑姑还在王府里，本皇孙是不会让她好过的。姑姑不好过。还有这种好事儿？滚滚是个赏罚分明的小财神，认真的道谢。谢谢你，好心人。恒王世子满脸问号。哎呀，学堂里好多小伙伴，快来数一数，2、4、6、7、8。滚滚滚滚，睡啊睡觉觉，呼噜噜，一睡一整天。叮铃铃，叮铃铃，下课啦。回到叶家，刚一进门，滚滚就听到院子里有崽崽在响，声音还很耳熟。不管！娘亲，大螃蟹的崽崽怎么天天响呢？吵死人了！小姐，您有所不知呢，那个叶宵营为了吸引叶将军的注意，动不动就摔东西哭闹，而且为了阻止叶将军去接您，下午竟堵在门口撒泼打滚，嚎得跟死了亲爹一样呢。
那让他哭吧，这样大螃蟹就不会来找我们啦。晚饭的时候，叶老夫人突然差婆子过来传话，让他们去安寿堂一起用晚饭。有猫咪，去。好，那咱们就去看看。还没走到门口，竟又听到叶宵莹在哭，而且叶向瑶站在院子里，像是在等人，又像是不想进去，脸上的表情十分烦躁。莹莹从前也经常哭，而江云熙每次都会以孩子委屈为借口，让我答应各种要求。如今看来，分明就是她自己爱哭，不像滚滚，虽然吃百家饭长大，但机灵又讨喜，就连惹我生气时的模样都极为可爱。哎呀，云堂来了，快坐下。咱们一家人许久没在一起用饭了，刚好今日莹莹也在，咱们呐边吃饭边好好说说话。我们才不是一家，莹莹才不要和他们是一家人。啊，这不是我的词儿吗？他是抢走娘亲夫君的娼妇，他是抢走爹爹的野种，他们才不配。谁教你的这些话？小小年纪就这般刻薄吗？眼见叶向瑶气得又要动手，还能是谁？定是江家老夫人背地里说些不着调的话，让莹莹听见了。胡妈妈带莹莹去洗洗脸，好好哄哄。两个婆子赶紧将叶宵莹按住，抱了出去。云堂呐，莹莹就是个孩子，你一个做大人的，别和小孩子计较啊。莹莹怎么说都是瑶儿的亲骨血。云堂，你连滚滚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都能善待，定不会忍心让瑶儿的骨血流落在外的，对吗？老夫人见他不接茬，立马换了一副表情。母亲知道，云堂，你还在为当年的事情生气，可母亲当年真的是不得已啊，瑶儿也是真不知情。试问哪个男人忍心害死自己的亲骨肉啊？你就别总揪着这事儿不放，算了吧。再说了，这世上小产的妇人千千万，总不能因为失去过一个就再不生了。你和瑶儿都还年轻，只要愿意，还能再有孩子的。若是真没有，你把莹莹和赵儿养在膝下也不错啊。说完，他就小心翼翼地看着江云堂，试探他的反应。一个丫鬟忽然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。叶老夫人，您快去救救小姐吧！叶老夫人见是叶桑姨的贴身丫鬟，惊得脸色苍白。出什么事了？小姐她小产了！小姐她小产了！前些日子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小产了呢？小姐是被世子气的，还被世子养的猫儿扑了，这才突然小产。王殿下知道这事后，不但不宽慰小姐，还说小姐故意冒犯世子，不给小姐请御医。奴婢实在没办法，这才跑过来求救的。老夫人，你快去看看小姐吧。瑶儿，你去，你妹妹被人欺负的小产了，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一个男子如何方便去探望小产的妹妹？而且恒王不一定会让我进府的。那怎么办？云堂，你去，你是女子，又是苍姨的大嫂，如今还是荣安县主，恒王无论如何都会给你几分薄面的啊！江云堂真想笑，可硬生生憋住了。哎呀，娘亲都伤心的哭了，滚滚给娘亲擦眼泪。母亲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我去恒王府做什么？找恒王世子理论吗？咱们做大人的，如何跟一个孩子计较呢？这话怎么有点熟悉呀？我自然是让你去找恒王。恒王此时怕也正伤心呢。
我若此时去找恒王理论，那不是往王爷伤口上撒盐吗？母亲方才也说了，哪个男人忍心害死自己的亲骨血？恒王心里也痛啊，但恒王只是不说罢了。桑姨没了孩子，只能说那孩子和桑姨没缘分，而且小产过的妇人那么多，桑姨和别人一样，这个没了，以后再生便是，她还年轻呢。若以后生不了也没关系啊，让桑姨将恒王世子养在膝下也不错啊。别看世子现在不喜欢桑姨，只是因为世子还小，不懂事罢了。这只要养熟了，以后桑姨就是世子的亲娘。云堂忘了，云堂是嫡妻，可以认养万世的孩子，但桑姨是妾，没资格认养世子，那可就没办法了。但咱们也不能去恒王府闹啊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母亲着实没必要揪着这事不放，不如算了吧。江云堂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根本不给任何人打断的机会，然后用帕子挡着脸，实在没忍住笑了。叶老夫人铁青着脸听完这些话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差点背过去。半个时辰后，叶老夫人和叶向瑶还是去了恒王府，戴巧也打听来了最新消息。二小姐今日小产，就是她自己作闹的，仗着有了身孕适度生交。恒王世子喜欢猫儿，所以在自个儿院里喂了许多野猫。二小姐却嫌世子养的野猫危险，还说猫儿叫春扰了她休息，好几次想找世子麻烦呢。这不，这世子去国子监念书了，二小姐就故意引了野狗进院子，咬死了世子的好几只猫。世子回来一看猫儿死了，立刻就把那野狗分尸扔进了二小姐的院子，还把剩下的野猫也放了进去，吃野狗的肉呢。二小姐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吓得当场就摔倒在院子里了。姑姑的院子离好心人的院子可远可远啦，滚滚去过恒王府，滚滚知道。姑姑的院子离好心人的院子可远可远啦，滚滚去过恒王府，滚滚知道。好心人是谁？不对，你什么时候去过恒王府？你去干什么了？就那天九皇子说要带滚滚去看恒王跟姑姑的那个房洞，然后就看他们跳舞，然后就说有仔仔，然后滚滚去拿药药。滚滚叽里咕噜老实巴交全说了。造孽啊！我就知道叶向瑶吃虎狼之药有蹊跷，没想到是滚滚干的。这小丫头祸害叶向瑶也就罢了，竟还把那药给玉亲王吃了。江云堂光是想象那个画面就觉得惨不忍睹。滚滚，以后不能再乱喂豆芽叔叔吃药，知道吗？而且这件事情娘亲知道就好了，滚滚不要再告诉别人，好吗？好。娘亲不让给豆芽叔叔吃，也就是说要给大螃蟹吃。对。半夜的时候，一道紫色惊雷熟门熟路地劈向恒王府，整个京城的百姓再度被雷震醒。片刻后，戴巧匆匆跑进来道：夫人，老夫人和将军还有二小姐在恒王府被雷劈了。啊？被雷劈了？听说当时老夫人和将军带着二小姐正在恒王府同世子对峙呢，突然一道雷就劈下来了。这恒王世子不是刚被雷劈过吗？怎么又有雷劈到恒王府了？叶家人这是蹭雷上了？人怎么样？戴巧一脸失望。倒是没劈死，只听说连衣裳带头发全都焦了，王府让咱们去接人呢。你看着滚滚，我去恒王府瞧瞧。滚滚也去。滚滚没睡着啊？滚滚刚找豆芽舅舅聊完今天的天，听到娘亲要出门，马上就回来啦。好吧，江云堂挺同情玉亲王的，与其让这小家伙继续霍霍人家，不如带他去看热闹。呀，你们三根火柴，哪个是哪个呀？江云堂将这辈子所有难过的事情想了10000遍，还是没忍住笑出了声。他们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？王府管家却以为他在捂嘴哭，赶紧解释：荣安县主莫怕，他们只是被雷火燎着了，烧光了浑身的衣裳和毛发，瞧着是吓人了些。咱们王府就是女装多，所以就找了几件给叶郎将他们换上了。老管家照顾，我这就带他们回府。你们几个快去扶老夫人和将军。我也要回家。桑姨，你既已入了王府，日后王府便是你的家，你还想回哪儿？我不要
待在这里，世子害死了我的孩子，王爷却薄情寡义，不肯为我做主，我不要待在这里。江云堂心里却一点同情不起来。你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不应该怪你自己没本事护不住他吗？说句难听的，你有今日全是你自己活该。拢不住王爷的心，你又如何能怪王爷不为你做主呢？对吧？怎么这些话听着这么耳熟呢？不可置信地看向江云堂。江云堂恭喜他想起来了，并给予肯定。对，这些话可是你当初一字一句亲口对我说的，如今看来有些道理呢。王爷说了，叶夫人小产后染了怪病，怕传染给府中其他人，下令将她圈禁在此院中，以后任何人无令不得探望的。什么？你们王府这不是草菅人命吗？我女儿刚刚小产，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，你们怎可将她圈禁起来？母亲莫激动，我当年小产后高热不退，不也是这般熬过来的吗？我可以，桑姨一定也可以的呢。再说王府也是为了桑姨好啊。说完，他便对管家客气地点头。桑姨如今是王府的人，自然一切听从王爷安排，那就有了管家照顾了。好说好说，来人，将叶老夫人和叶将军请出去吧。你们，哇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天道好轮回吗？娘亲，滚滚要去谢谢好心人。说完，他就熟门熟路地往恒王世子院子跑去了。哎呀，本王的好大侄儿啊！你这小小年纪，到底是造了多少孽呀？竟然被雷劈了2次啊！瞧这小脑瓜劈的，前些日子刚长出来的头发又没得撸了。哎，我可怜的大侄儿啊！叶昭被他哭的毛都炸不出来了。闭嘴，死猫奴！想不通，我怎么又被雷劈了？我的2条命啊！自从上次被雷劈过后，我对叶宵营那个铲屎的态度端正，有求必应，连个手指头都没碰他的。难道在心里骂铲屎的也会被天谴？这也太没天理了，还让不让大公面活了？叶昭赶紧吸了2口猫薄荷，正痛得龇牙咧嘴，突然看见一个小身影跑了进来。他定睛一瞧，竟是滚滚，立马高昂起秃头，用鼻孔对着他。小梁教授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哇，好心人，你命真大呀！滚滚是来谢谢你的。谢谢我？我干什么了要谢我？你不许叫我好心人，叫喵爷。谢谢喵爷。叶昭爽了，看滚滚顺眼了不止一点点。嘿嘿，这只小梁教授有点乖，有点可爱，比叶小英那个害我被雷劈的蠢货强多了。滚滚道完了谢，就跟他告辞。那滚滚回家啦。说完，他又转身往外跑，跑到院子中间，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猫儿。哎，这个院子里的猫猫好多呀！滚滚的小脚突然停住了，大眼睛跟着一亮。那财财会不会在这里呀？财财就喜欢在财神殿的聚宝盆里面拉臭臭呢。于是他立马跑到盆盆边蹲下，释放威压。嗨，财财不是生肖，好喵喵。滚滚念完密语就蹲在那儿等着，可没有一只猫敢动。滚滚失望地叹气，立马收起了威压，起身继续往外跑。这是什么？威压，是威压。哎，周儿，你上哪儿去？你有伤呢。别管我，你们别跟过来。拼了喵命跑出来的时候，叶昭只看见满院子趴窝的猫和一个矮小的身影，脑干彻底烧了。刚才什么玩意儿从我眼前飘过去了？滚滚，传说中的滚滚。叶昭如同被9雷轰顶，刚才他感觉到的威压绝对是近身才有的威压。他守了没破壳的小财神混蛋1万年，没有任何喵比他更熟悉小财神的威压。我是不是认错铲屎官了？他什么来头？半个时辰内，本喵要他所有的消息。嘿嘿，本王知道。
将滚滚的来历以及叶家回京后所有的八卦都告诉了他。叶昭听完直接颠了，在院子里阴暗扭曲爬行，然后指着9个方向转着圈的仰天大骂：你他喵只跟老子说投胎到叶家，没跟老子说他也能被打胎啊！啊，喵了个咪的！骂骂咧咧往门口追去，可叶家的马车早已离开。1个时辰后，江云熙被抓到了恒王府。叶昭坐在狗窝里吸着猫薄荷，心态良好地问：你肚子里那个蠢货真是正月初5生的？江云熙心中一惊，恒王世子为何半夜抓我过来，还突然问这话？当然是，接生嬷嬷和叶家人都可以作证。世子为何突然问这个？他如果真是喵爷我要找的财星，那他都3岁了，为何连最简单的点石成金都不会？一定是被叶家那个瘟神克的。莹莹出生那晚，满天异象，整个青州城的人都看到了。莹莹真的是财星转世，她真的是。既然你说是，那喵爷给你10日时间，下月初5，你若是没办法证明他就是喵爷要找的财星，那……江云熙被吓得身体一软，他是重新活过来且拥有读心术的人，自然知道这世上鬼神艺术真的存在，更知道这看似只有5岁的恒王世子有多么可怕。我绝不能让他知道我骗了他，而且我重新活过来并拥有艺术，说明我也是被上天眷顾之人。我的女儿又岂会是泛泛之辈？我当年用催产药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，就算不用，莹莹也会出生在正月初5。我的莹莹肯定就是财星，我有办法证明，我能证明。那咱们就拭目以待了。来人，把人送回去。隔日，滚滚开开心心地准备去国子监上学，恒王府的马车突然停在了叶家门口。喵爷早呀！叶昭瞬间乖巧低头。主人，叫我咪咪就好。主人，叫我咪咪就好。主人？难道你就是财财？恒王世子多嚣张的人呢！上奏钦天下大书侄，小小年纪便无法无天，在京中臭名昭著。他竟然就是滚滚的招财猫，这也合理。猫嘛，招财。恒王世子，请。滚滚一路都是懵的，看着叶昭好半天都反应不过来。财财是喵喵，不是人呀。你才不是财财。叶昭也跟着懵了。小财神竟然不认识我，那我还怎么进12生肖？喵了个咪，咪了个喵，变！看见了吧，喵爷我是猫。当年喵爷可是战神坐骑，要不是他干驾骑错了猫，喵爷也不会沦落到给你当神仆。你敢不要你？滚滚这才闻到了熟悉的味道，大眼睛一亮。啊，真的是财财！财财，你怎么才来找滚滚呢？铲屎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先入喵爷我解释，那几个老头只告诉喵爷你投胎到叶家，可没说神魂也会被打胎啊，害喵爷把叶宵莹那个蠢货认成了铲屎的，然后迅速祸水东引。喵了个咪的，好好的神胎都能被你打掉，你是怎么怀胎的？他一吼完，满屋寂静。江云堂在他提到叶家2字时就已经愣住，此刻满脸都是震惊。待巧回来那日，他就猜到10之8九。可滚滚未经10月怀胎，他没有实质的证据和方法证明，更不敢奢望滚滚是自己亲生。如今招财猫却亲口说滚滚就是那个曾在他腹中存在过的孩儿。江云堂还未回神，就已满脸是泪，看向滚滚的目光充满了歉疚、心疼与怜爱。滚滚就真是我的女儿。滚滚这时候也听明白了。娘亲，和滚滚选的娘亲一样的味道，娘亲真的是滚滚的娘亲呀。江云堂死死咬牙克制，可眼泪还是夺眶而出，抱着欢实的滚滚如失而复得的珍宝。是娘亲，我多么希望
当初保住了你，这样你就不会流落在外3年，像启儿一样被人嫌弃惧怕。你是小神仙，可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啊，感情你俩也不知道？哼！我猜到了，但并无办法证明，也幸好没有办法证明。滚滚是我的女儿，那边也是叶向瑶的女儿，可叶向瑶不配。滚滚才不要大螃蟹做爹爹，滚滚要积极选新爹爹。叶昭想起昨晚显王跟他说的八卦，他们敢杀戮神胎，害苗爷我认错铲屎官，苗爷不会放过他们的。他们敢杀戮神胎，苗爷不会放过他们的。你我与滚滚相认之事，切不可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叶向瑶。说他们知道滚滚乃财神降世，必会想方设法对他加以利用的。对了，你说你错认了叶宵营，那财星之事，叶家与江家人可知？叶昭心虚，知道，就是因为知道叶宵营是财星，铲屎的他娘才会混得这么惨。我倒是没少为你雪上加霜，嘿嘿嘿。江云堂心里有了数，便将计就计。既然叶宵营要当财星，就让他继续当好了。不，苗也不行，苗也要弄他。本苗想揍那个蠢货很久了。彩彩也要听娘亲的话哟。苗苗苗，有个铲屎的在我头上已经够烦了，我还得听母两脚兽的话，不可能。好的，主人。江云堂看着乖巧的叶昭，觉得他也蛮可爱的，于是伸手捏了一下他的脸。喵喵喵，这分明是一种侮辱，但为何感觉爽爽的？这时戴巧捏着一兜包子跑进来，表情如吞了苍蝇一般说：夫人，奴婢方才去西市给滚滚买包子，听说了一桩晦气之事，说是有个女童挨家挨户的买东西，但凡那女童买过东西的铺子，都会从天上掉下一块银子。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呀？这不是跟我不是一个套路吗？是有人在模仿滚滚吗？还不止呢。方才回来时路过财神庙，奴婢还听到了一则传言，说今早城西的财神庙里出现了个小女童，但凡是那女童摸过的聚宝盆里头都能淘出金子来。现在好多人都说那女童是财星临世，混她小财神，等着她明天再去财神庙跟在她后头捡钱呢。那女童是何身份？夫人您猜？难不成是叶宵营？呸，就是她。她还自称是北定将军府的大小姐。前些日子滚滚去布施，许多人都在暗中传说将军府大小姐是个散财的小财神。可夫人怕滚滚树大招风，让奴婢将传言压了下去。如今她正要过世的学滚滚，还自称将军府大小姐，所以人们就把她当成了滚滚，以为她就是常去布施散财的小财神。滚滚惊呆了。哇，他好有钱呀！他花的都是本喵的钱，他什么档次，竟敢冒名顶替本喵的铲屎官！哼！对，不可以顶滚滚。说完，滚滚就噔噔噔跑了出去。滚滚又去摇人了，他一路跑到国子监，也不管姜子宇是不是在上课，拉起九皇子和郑傩傩就跑。姜子宇气得师长形象全无。滚滚，又是你！小小年纪不学好，自己迟到就算了，还带坏皇子世子陶哥。人呢？居然不带我！我等等我也去！姜子宇彻底无语。八皇子年岁更大，跑得也更快，一下子就追上了滚滚他们。哎，等等我，求带啊，求带啊！你跟我们又不是一伙的。我是啊，我们都是父皇的手背啊！九皇子嫌弃死了，急得问滚滚：他非要跟着我们，怎么办啊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这个有本事来打我呀夫！啪啪啪！然后八皇子眼睁睁看着他们跑着跑着，突然在他眼前消失了。大白天的见鬼了！九皇子和郑傩傩跟着滚滚一路跑，直到跑进恒王府世子的院子。好啦，到啦，咱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搬猫屎盆。哇，滚滚妹妹，你胆子也太肥了，连叶昭的东西都敢偷。偷就算了，你偷点好的，偷屎干什么？我都快被臭晕了。猫处处可以换钱钱的，你们快搬呀！九皇子和郑傩傩后悔了，但来不及了，只能狗狗碎碎的搬盆子。搬到一半的时候，叶昭回来了。
可叶昭一双猫瞳明明看见了滚滚他们，却装作没看见，骑着狗大摇大摆地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哦，对呀，他看不见咱们呀。哎，一雪前耻的时候到了。然后他俩突然跳到叶昭面前，撅起屁股对着叶昭的脸。咦滚滚惊呆了，叶昭突然无法呼吸。记仇！要不是铲屎的他娘不让我暴露关系，我非把这两只两脚兽的脸刨花不可。你们为什么要对着他的脸放臭气呀？以前叶昭老让他的狗拿屁股对着我们，他的狗放屁那才叫一个臭。这回本皇子亲自放回去，便宜他了。哼！说完，他连搬屎盆子都更有劲儿了。隔日一大早，天还没亮，全城就沸腾了。戴巧从西市买了包子回家，鼻子都气歪了。近日夜宵营又在故技重施，不仅闹得百姓人尽皆知，还惊动了好些达官贵人。现在好多人都聚在财神庙门口，等着小财神散财呢。奴婢看他不但想顶替滚滚的身份，还想让所有人都将他奉为祥瑞呢。哎，戴巧依依不弃，吃完饭我们去看热闹吧。奴婢才不去呢，晦气死了。说完就给滚滚准备衣裳去了。滚滚赶紧说，今天要穿熏得香香的衣裳哦，还有带香香的东西，娘亲也要香香的，越香越好。没想到这世上真有财神呢！我昨日就在财神殿的聚宝盆里摸到金子了。我也摸到了，而且昨儿一整天我家的财运都极好。听说这位将军府大小姐生在正月初5，出生的时候满天异象，整个青州城的人都知道。可惜这小财神怕是下凡来历劫的，投胎在武安侯府养女的肚子里，有家归不得，有爹认不得。那叶家不认识他们的损失，这可是财星，是祥瑞啊！百姓中不断有人说话议论，高兴的高兴，惋惜的惋惜。江云熙听着那些话，眼中难掩得意。如今全京城的百姓都认我女儿是财星，恒王世子还能有什么话说？就算恒王世子仍有疑虑，只要莹莹祥瑞的名声传出去了，还怕引起不了其他皇亲贵胄的注意吗？我迟早能找到更大的靠山。江云熙想到这儿，脸上哪儿还有当初在宫里的屈辱之色，闭上眼睛，假意虔诚的叩拜。人群立马又骚动起来。拜了！无数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拜完神像，又看着叶宵营一一摸了神像下的聚宝盆。金子，真的有金子！财神送金子了！财神显灵啊！我摸到了金骡子，我摸到了金币。让我也进去帮你们拿的！求财神保佑！求财神保佑！不断有人朝着江云熙母女跪拜。后头凑热闹的达官显贵们见到这癫狂的情景，震惊不已。岳家那个外侍女真是财神降世，聚宝盆里竟能凭空长出金子来，别是耍的什么把戏吧？千百双眼睛在这看着呢，是不是把戏？大伙儿都看不出来吗？这可是真金白银呐！你看，他激动之下，直接用牙去咬金锭子，想证明那是真的。这金元宝怎么有股怪味啊？此话一出，也有其他人拿起自己摸到的金子，凑到鼻子下面闻了闻。这金子怎么是臭的？闻着一股屎味。不会是假的吧？真的好像臭臭的。是闻着臭了些啊。摸到金子的百姓们闻言纷纷色变，哪还管臭不臭，纷纷一口咬下去。前一刻还癫狂重生的百姓们，此刻满脸震惊，呕吐不已。这是什么？一咬就是狗屁的金子！臭死了！好恶心！拿屎冲刺，吃了大多狗屁的财星啊！居然跟我们玩障眼法，我看是搅屎棍还差不多。就这还敢自称祥瑞呢？可不就是祥瑞吗？祥都不是啥好祥，连屎都是切片的，抠死得了。百姓们避之不及，跑了一大半，剩下一半还没来得及跑出去的，捡起屎金币就往江云熙母女身上砸。
一肚子坏水的玩意儿，难怪生了一双儿女还进不了门，还将军府大小姐呢！我呸！就是不要脸的外室。哦哟，能跟这种货色搞到一起，那叶家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的了。早就知道是唬人的，想着财势，却连这真金白银都舍不得，抠死得了。别砸了，我也不知道啊！我明明买通了变戏法的妓人和殿中的小僧，还砸了上千两真金子，怎么就成屎了呢？看热闹的官军们见了，也忍不住嘲讽出声。这是在宫里混不下去了，就跑到宫外作妖糊弄百姓，还是在财神殿故弄玄虚，财神可都看着呢。小财神滚滚的确看着呢，还有九皇子和郑罗诺。笑死我了！吃屎啊！屎是什么味儿的？以后这些人吹牛的时候，能说自己吃过屎？九皇子盯着猫屎，突然有些跃跃欲试。滚滚嫌弃的离他远了点儿，将收来的金子都装进碗碗里。刚回到马车，福大姐就出现了，笑眯眯的将三小只请进了宫。今日财神庙的事是你干的，点金成屎，亏你想得出来。不是滚滚干的，盆盆是九皇子和世子哥哥换上去的，滚滚没有搬哦。不信圣上伯伯闻闻，滚滚的手都是香香的。叶帝还真闻了闻滚滚的小手，一闻就知道是幕后黑手。九皇子和郑诺诺赶紧点头，也伸出自己的小手给叶帝闻。父皇，你一闻就知道这是干苦力的手。你们两个臭小子，快跟福大监下去洗洗。滚滚，这次赚了多少啊？滚滚诚实的将金子都倒出来。那叶帝看着满桌的金子，嫉妒使他丧失理智。方才京兆尹来报，财神殿发生了踩踏事故，殿内的神像陈设也被砸坏了不少，这损失就从你的金子里。人呢？滚滚，滚滚！回应他的只有御书房的回应。滚滚贴着符咒，熟门熟路地跑回叶家，竟看到谢夫人回来了，正坐在屋里含着眼泪同娘亲说话。我请了捞尸人，打捞了整整10日，才在汴河下游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老谢。我们家老谢在水里泡了那么久，早就面目全非了。神找到就好，找到就好。可谢夫人哭得更伤心了。找到，谢姨姨，你这么伤心，不是因为谢叔叔不在了，是因为谢叔叔还在，对吗？小孩子乱说话，夫人莫见怪。哪曾想谢夫人竟突然点头。江夫人，你懂吗？我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一张面目全非的浮尸，而且12个时辰都跟着我。换成你能开心吗？日子就这么过吧。我实在难过，我当初愿意嫁给老谢，就是图他长得好看。可现在，我要是改嫁吧，老谢还在旁边看着，总不能3个人一块过吧？这也能理解。谢夫人听到他能理解，眼泪一抹就笑了起来。这就好办了，既然江夫人能理解，那不介意让滚滚帮我一个小忙吧？什么小忙呀？鬼能整容吗？这个还我飘飘符。爹爹说这个符咒凡人可以用，但鬼鬼能不能用，滚滚也不知道。不管了，死鬼当活鬼医。谢谢滚滚。那这是我从徐州带回来的土特产，叫做黄金糕，颜色黄如真金，且有各种形状。你看，这金元宝的、金果子的、金币的。什么情况？谢夫人走后，滚滚就将碗碗里的金子都倒出来，抓紧分赃，拿了其中1份去恒王府，交给王府的管家。这些金子是给猫猫买小鱼干的，要论功行赏哦。那敢问滚滚姑娘，这功要如何论呢？滚滚指着猫猫们的屁股说：就臭臭多，臭臭臭，
就功劳就大。哦，奴才明白了，奴才明日就安排。滚滚送了赏金，便又去布施了。这回他学聪明了，给自己头上套了个花布袋袋。等晚上回到叶家，等了他一下午的谢敖敖见到他，就嗷的一嗓子嚎叫起来。滚滚妹妹，你家里有鬼呢！谢敖敖指着不远处的莲花湖，湖中水波清漾。我知道莲花湖有鬼鬼，但是不是在除邪祟的时候都除掉了吗？啊，难道说有了新鬼鬼？娘亲，祖母又改新人了，湖里有新鬼鬼了。什么？之前的20多具尸体还不算完吗？叶老夫人为何要杀那么多奴仆？而且都闹到大理寺丢了诰命了，他竟还敢往湖里抛尸，他到底是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？戴巧，你这样，是。半夜，戴巧带人秘密去湖中捞起尸骸，谢敖敖躲在滚滚身后。鬼又出来了！滚滚听到鬼鬼出来了，用力把谢敖敖往自己面前推去。鬼，你去抓鬼鬼！而女鬼看见了谢敖敖双眼中闪现着阴阳同光，一人一鬼同时害怕的大喊：“你不要过来呀！爹！”一瞬间，谢老爷飘来了。儿啊，爹来！我操，你死得好惨啊！女鬼同样看着肿如发面的谢老爷，你才死得惨，生怕对方靠近自己。你别过来呀！很快，空气突然安静。女鬼看着岸上的神人鬼，咦，他们好像都很怕我，尤其那个小神仙都躲人怀里去了。我要是能得到小神仙的血，我作为孤魂野鬼也能往生了。嘿！走你，面儿了个咪的！鬼头咻的一脚消失在天边。谢老爷害怕的躲到了儿子怀里。他谁啊？你是神，是神，一个咒语就能让厉鬼灰飞烟灭。你他喵居然怕鬼！滚滚不会呀！叶昭呲了呲牙，这才想起滚滚什么都没学过，别说压制鬼怪，他连字儿都不认识，连最简单的画符都不会。喵儿了个咪的，又是我的锅！明天开始，本庙给你上课。不长眼的女鬼，连本庙的铲屎官都敢动，本庙就干死他！先别，我还有话要问那女鬼。问吧，赶紧的。那个说话要用嘴巴吧？女鬼的嘴跟着头一起飞走了。哦，对，那还能找回来吗？烦死了！然后找头去了。快天亮的时候，叶昭拎着女鬼脑袋回来了。江云堂听到了女鬼的哭声，赶紧审问：“我知道你是安寿堂的丫鬟，告诉我，你为何而死？”求夫人饶命！奴婢生前是安寿堂的跑腿丫鬟，前些日子老夫人突然半夜发热，让奴婢去请大夫，奴婢便照例请来了一直给老夫人请平安脉的大夫，可刘妈妈却将奴婢大骂一顿，说请错了大夫，然后当天夜里奴婢就中毒身亡了，奴婢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请大夫为什么要杀人呀？大夫不都是一样的吗？你请的是哪个大夫？是清平医馆的萧大夫，往日老夫人请平安脉都是请的这家医馆的大夫。滚滚一下子就记住了。等超度完女鬼，他就贴着有本事来打我呀符，带着谢敖敖和叶昭去了清平医馆。快点！清平医馆很大，此刻时辰尚早，但医馆深处的后院已经传来了整齐划一的声音。哇，夫人，你是我见过说话声音最好听的女子。哇哦，姐姐，你今天的唇色好诱人啊！停，是姐姐，不是姐姐。重新念，姐姐，再加一点儿，姐姐，嘿，再委屈点，姐姐，姐姐，他们在干什么呀？喵，这哪是什么医馆，这他喵是鸭店啊！哦，可是没有看见鸭呀。对呀，我也没看见。这时身后突然走过去两人，且正在说话。明日是叶家请平安脉的日子，叶家要的药准备好了吗？
都备好了，只等明天送去府上。而且我给叶家寻了新大夫，保管叶老夫人喜欢。自年前到现在，叶老夫人已经好几个月未用我们医馆的大夫了。她到底年纪大了，你仔细着些，务必将新人训好了再送去。师父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说完，二人便去了后院。滚滚迈着小脚就要跟上去。回家不看了。为什么呀？不找丫丫了吗？你傻，他们说了明日要去你家，我们偷偷去安寿堂蹲点不就好了？对哦，小敖你好聪明哦。有爹爹在，我以后都会很聪明的。谢敖对着空气自豪地夸奖。谢叔叔，到底什么是鸭店呀？鸭店就是卖烧鸭子的店呗。烧鸭？滚滚也没看见烧鸭呀。这不是没养好还不够烧吗？哇哦，姐姐，我回去也要学，夫人肯定喜欢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回到叶家，滚滚立马就给娘亲表演了一遍叫姐姐。姐姐，连觉都来不及补，就带着戴巧出门了。叶昭仍旧以猫身守着滚滚，见他不困，逮住他就要教他做神，画符念咒、劫财盘、招财术，连这些最基本的法术你都不会，以后怎么做九路财神的主人？从今天起，本庙一边教你，一边陪你找九路财神的继承人。可滚滚觉得自己很厉害呀。滚滚也有会的，滚滚有好多宝贝，滚滚都会用。叶昭听完差点翻白眼儿，那都是财神殿的宝贝，用完就没了。滚滚才不会被他骗。爹爹说了，滚滚是富二代，宝贝多到可以给滚滚养老的。爹爹也会一直给滚滚攒宝贝的。叶昭想到那9个死光棍女儿奴就爪子痒，气得直接吼回去。可你不会法术，以后怎么统领九路财神呢？爹爹说了，滚滚是官二代，九路财神必须听滚滚的，还让滚滚选会听滚滚话话的继承人。本庙最讨厌富二代、官二代，命好了不起啊！好像是有点了不起呀。猜猜你命不好吗？9条命都不好吗？哦，不对，1、2、3、4、5，现在就剩7条啦。叶昭直接破防了。你到底学不学？你什么都不会，传出去，本庙还怎么在神界混呢？我也不是什么都不会啊。滚滚会点石成金，这是财神天生就会的，你怎么好意思说出来？那滚滚也有天生就不会的。然后小腰一扭，小嗓子一捏，就开始口齿不清的又唱又跳。日落西山黑了天，我关上城门上说栓，10家倒有9家说，只有1家门没关，那个门没关我跳得欢，毛直没带我斜杠穿，头顶天来迈开大步我走得欢，双脚靠响盘烧香打鼓我请财神啊，哎嘿嘿呀。你是神仙，不是神棍呐！本庙是不是永远进不了12生肖了？滚滚被他激烈的反应叫懵了，但听到他提进生肖，还是好心安慰他。没事没事，进不了12生肖也没关系的。爹爹说以后12生肖都是摆设，只有牛马是真的。让我走，让我走！这天杀的小财神我不教了。滚滚眼看着叶昭消失在他面前，不理解地歪了歪小脑袋。唉，喵喵果然是一种情绪不稳定的灵兽啊。然后摇头叹气地睡觉去了。今天吃了好多东西，所以我在你心里更重了吗？完全忘了自己还要去国子监上学的事。等谢敖来了，他俩就贴上符咒去了安寿堂。安寿堂里，叶老夫人屏退了里里外外的下人，只留了个贴身的婆子在里屋门口守着。年轻俊朗的大夫给他把完脉。夫人脉象虚张，心火旺盛，莫要再让烦心之事扰了心神才好。这药可伤身子，我儿如今需要刺激才能立起来，日后还能不能生儿育女，怕是只能靠这药了。清平医馆最擅长的便是请药和避子生子，
这药既有唤醒疏通之效，又有调理辅助生育的作用，不似那些烈药伤身，而且清香宜人，入水无味，夫人可放心用。叶老夫人的确深信清平医馆的医术，江家用的避子药也是出自你们医馆，我自然是信的。说完，他便让大夫将药放进了屏风后面的柜子里。滚滚在旁边听了个半懂，望着柜子那边疑惑不已。大螃蟹还没有崽崽吗？我给大螃蟹喝了生崽崽的药了呀。滚滚十分不解，于是对谢敖说：你在这里守着吧，滚滚要去豆芽舅舅那里看看。你放心吧，有我爹在呢，一定会帮你盯好的。滚滚放心地去了玉亲王府。见云别已经能坐轮椅出来晒太阳了，他立马跑过去问：豆芽舅舅，你有崽崽了吗？你礼貌吗？没有。怎么大螃蟹跟豆芽舅舅都没有崽崽呀？恒王喝了，姑姑很快就有崽崽了呀。他想起来了，恒王是抱着姑姑抖了3下才有的崽崽，大螃蟹和豆芽舅舅没有抱大姑娘。滚滚突然找到了症结所在，大眼睛一亮，转头就跑了。云别总觉得他眼睛亮的有人要倒霉，赶紧示意小厮推他回去，把门关得死死的。